这玩意儿好多玩家都已经开始卖二手了，我才拿着。交世间之际，有网络同好即魔岩生活。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教记。这款由魔兽联名发售的解线机里边的毛隼，我是终于拿到了。据店家说呢，是第二批，但我知道第一批的大货其实已经发售好久了。当时真的是连定金都不想要了，想直接吃线。但看了看钱包呢，又舍不得那50块钱，无奈就等到了现在。说实话，我是第一次购买魔兽出品的模型，收到货以后才发现，说是卓越级的小比例，但盒子可真不小。我们公司呢跟魔兽的厂商也有一些合作，但是我记得他们发过来的梵天丸的盒子没有这么大呀，是我的错觉还是机体比例导致的呢？果不其然，打开以后呢，明显感觉比梵天丸要高一些，但是无奈呢，梵天丸被老板拿走去用了，所以就没有机会带回来做参考了。不过从细节来看，魔兽这次在毛隼的分件和涂装上确实下了功夫，尤其是肩甲和推进器的部分层次表现很到位。虽然是小比例，但合金骨架的加持让把玩的手感扎实不少啊！好听，这是上面我无意中碰到了 AI 的那个按键，他给我写的。但确实，咱们接下来该整体看一下效果了。把所有的配件全部按照说明书安装完以后呢，整体的毛隼也就呈现在我们面前了。要说为什么我会在没有玩过游戏且没有买过魔兽产品的情况下单独搞这么个东西，就是因为这个毛隼的设计很入我个人的眼。我个人比较喜欢这种线条下收式的腿部设计。对，没错，我们早期评测的那个海瑟斯雷2拉的那一期视频，就是因为我个人很喜欢这种机体设计才购入的。而这次的毛隼呢，我个人确实对它也比较有感觉，最起码形象上不像很多厂商设计的那种类高达或者类 OG 系列的那种产品机体。机体涂装方面，我们肯定是可以相信魔兽整体的品控水平的。外甲采用的是哑光白和蓝，很海牛的配色，其中有一些地方采用了金色作为点缀，确实也挺素雅挺好看的。除了关节处的合金本色以外，内构也采用了黑金属来涂装，并且很多展开后的内构部分也为我们做了该有的细节分色和相应的质感区分，而且我还没有发现有中奖的情况出现。腿部的后面和背部的推进器喷口还做了金属的烤蓝处理，只不过我查了一下，烤蓝一般情况下是钢铁材质才会出现的现象，像这种大功率的推进器是用钢或者铁吗？火箭推进器不应该用更耐高温的复合材料才对吗？有知道同好吗？帮我扫个盲。配件方面主要是飞行背包的翅膀、2把枪，还有一个头部展开的天线以及2排造型手。配件不多，倒是省去了找地方存放多余配件的精力了。造型手也可以直接卡在地台的软管上做收纳，这一点真是好评。不过枪械和头上的零件是有槽点的，头部的2个天线白色外甲是可以取下来的，而且并不需要那么费力，非常影响把玩，尤其是在转动头部和替换天线的时候，大概率会把这2块装甲碰下来。同样的，2把枪上的这个装甲也是可以稍微用力取下来的，这一点我很不理解。既然已经是成品玩具了，类似的地方不应该用圣水沾牢才对吗？还是说这是我个人的中奖呢？可动方面给出的惊喜确实不少，当然我觉得应该主要还是为了还原游戏的机设吧。主体头部的可动非常好，上抬和低头的幅度均有不小的角度，并且不怕关节松垮的话，3600度转头也是可以的。手臂根部的外劳关节还给出了橙色的分色涂装，整条手臂的平台可以轻松的实现大概100度左右的幅度，但再想往上抬就会被肩甲干涉了。小臂呢，150度的弯曲幅度也同样优秀，也是再往里弯的话就会被小臂的装甲和关节的设计所限制住。不过肩甲的下半部分是可以上抬的，并且中间这个类似于反应炉一样的东西是有外拉机构的。当然这些可动都没有卵用，都无法增加手臂上抬的可动幅度。上身和腰部的可动相对比较常规，龙虾背的设计呢，这几年在国模厂商上也已经是标配了，只有万代的产品出现这种设计的时候才会惊叹一声，哇，这孙子竟然给出龙虾背了。2侧腰甲的设计就是我以前说过的国模厂商比较常用的这种后部单关节的可动设计，我个人不是很喜欢，但也说不上反感。但腰甲跟大腿的干涉是比较让我头疼的，虽然能避让，但每次避让都跟玩华容道似的，需要考虑哪个先哪个后。
当然可能是我脑子跟不上。后裙甲的设计可动比较多，但玩起来呢比较渣，反正总有一个角度可以扎到你。至于为啥最后说前裙甲，是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这个前裙甲的可动是为了什么，有谁能告诉我一声吗？大腿根部的可动没有给出任何下拉之类的设计，但大腿甲在屈膝的时候是有联动效果的，并且屈膝的幅度也不小。小腿两侧的盖板是球形关节，可以做到不同角度的调整，而后侧的两个盖板也是可以做到上下翻动的。脚部除了正常的前后抬脚和左右接地以外，我本以为后边这块白色的装甲是可动的，然而并没有。厂商把这部分做成固定零件，应该是为了辅助站立，而反过来这块装甲的下方也确实有一块磁铁可以直接吸到地台上，这应该已经是魔兽产品的标配了吧。武器的可动设计很简单，只需要拽动枪后方的这个机构，上面这块呢就会跟着联动弹起来，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枪械联动设计了。整体背包呢，咱们就不逼逼叨叨的烦人了，直接看视频。最后说说灯光配置，将头部的后脑打开就可以看到里边的灯组了。装上电池复位以后，用模型附带的这个毛隼的名牌做磁控，就可以点亮和关闭这个头灯了。亮度呢，我觉得中规中矩。灯效给出了两种，一种是常亮模式，一种是呼吸模式。只不过这个呼吸模式的明暗交替时间比较长，导致我一度以为只有常亮这一个模式。好了，该总结一下了。这款魔兽和极限机联名的毛隼整体素质，我觉得还是相对不错的。除了我这个个别关节的阻尼有一点点弱以外，没啥别的毛病。而且380的售价能拿到一个有 IP 联名的合金成品玩具，我个人觉得性价比已经是相当不错了。这玩意儿放到万代的 MB， 不得给你干到1800打底啊！作为合金成品玩具的推荐度呢，我觉得是4星，少的那1星呢，就是扣在了 IP 知名度上了。好了，本期的脚脚记呢，我们就聊到这里。如果同好们觉得我的内容做得还不错呢，麻烦点赞、收藏、加关注，一键3连，给我一个大大的鼓励和继续制作下去的动力。那么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脚脚记集体评测，我是评测员 D，我们下期再见。